迪丽热巴帮陈飞宇形象管理，两个人对戏突然对上脑回路开始跳舞，太能整活了，受不了！这个捧脸真的好可爱。提问：飞宇这个视角里的热巴长什么样？热巴起哄飞宇秀腹肌跳得太好笑。现在那你早点提醒他们，他也3天不喝水来了。他报了班儿，他说了他已经上了2节那个街舞课了。是吗？师傅，他没有，他比你晚进，然后他看到有点发愣嘛。愣着干嘛？过来吃饭。过来吃饭。在这已经跟他过这个日子了。你婚吗？结婚吧，婚控，婚控。呀，这得接一下吧。好，上人。吃也很轻易。你帮我上菜了。走。会撒娇。有点虚弱，然后速度不用过去。我们最后挡的是镜头是吧？对，镜头在那儿。来吧，全挡住的。哎，拜拜了，您嘞。说完不远。对，2个人撑着伞提前。这么做合适吗？咱俩这样做。你不要路怒症啊！我跟你说，四目症让你掉下去。四目症马上到医院了，撑一会儿。要不这个2个凳子前后错开一点。其实这样就好。画伞都是可以的，然后亲其实也是可以的。打个板，开机。所以你便什么都不说了吗？我从前怕你会忘了我，可现在又怕你会一直记得我。我不想忘了你。我们成亲，可好？你要跟他分手了，最后的一抱，抱，要不从我再往下，要不从我再往下，真的是有点杂技，你妈！我只能这样。对，那你就这样吧，这个还能委婉一点，对，好不好？好，就这个吧。这个角度。来失败！大家不笑，来，收。但是画面里呈现出来，大飞先走。这个时候不走了，不走了，拜。他还得跑下来追你，光着脚，破碎，破碎。No。比如说我在演
赫斯木的时候，其实我的整个声调什么都会不一样。到后期，赫斯木他渐渐有了人感之后，他可能在声音上也会中和一些。因为前期的我的声音，大家也能听到，就我压得很低，然后就是想让他有那种比较稍微沧桑一点的感觉，对一些事情就是很无所谓，所以他声调其实都是平的。然后他的表演呢，就是这些东西我都看惯了，几百年来来回回就这样，所以他对很多东西他提不起太多兴趣，因为他知道结局是什么样。比如说你摔倒，我知道你肯定会在这摔倒，因为这有个坑，但是可能你是第一次走过，但我已经看了几百个人在这摔倒过，所以对于赫斯木他去演赫斯木本体的这个感觉来说，我觉得会更加淡一些，表演上声调啊，包括表情啊什么的，其实都会比较平一点。然后到了后期，他会有一些转变，因为经历很多事情，他也会有情绪的波动，就像人一样，他会控制不住自己。然后他在演贺小小的时候呢，其实可能赫斯木他也会爱看画本子，爱看人间的戏，所以他觉得，哎，我如果想要表达一下可怜，我是不是这样会让他觉得我可怜？所以他就像一个小朋友去模仿大人的行为。很好的一个视频就是，比如说大人画口红的那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一个外国小女孩画了一个她的然后这边再画一个这种，所以他其实是在模仿那个大人，他再怎么做他会怎么做。所以对于赫斯木而言，他去演贺小小的时候，他就是在模仿世间想让人可怜我的这些成年女子，他会怎么做，他就模仿着怎么去做。所以他大多数时候其实都是比较模仿，而且赫斯木声音很低，所以他在演贺小小的时候都夹着声音的。这就是他的一个人物设定。那在演乔燕的时候，其实我在想象，就是方昌他是一个男的上女的身，他更不会去观察一个女性会怎么去演一个坏人。所以对于他而言呢，我觉得就是他的表情啊什么的会比较想要往那个演员本身他平时在演的那个方向的那个感觉去靠。演乔燕的时候有那个转刀特别帅，自己才练了多久？没多久，就那场戏拍的时候练的，所以是自带的那个，也不是自带的，就可能刚好吧。对，而且其实拍古装很多都会有这些刀啊、剑啊划了的，其实就还好。我觉得每一部戏用自己的原声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要求，也是最低的标准吧，这是必须要贯彻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老师一直在强调，演员的台词就是塑造角色的一部分，所以我就坚信，每部戏的台词都很重要，每一个人物的台词都应该是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塑造。然后我觉得一个演员的表演之所以完整，就是因为你用了自己的声音，然后你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雕琢，去改变自己的，不管是声音还是外形还是内心。木巴巴的台词也是有目共睹的好，我们也都特别喜欢听你配音。刚才也说了，三个角色的那个声线都不一样嘛，所以你在自己配音的时候，会跟现场同期音有什么不同？会尽量还原他当时的情绪。我记得好像比较早之前很少会在古装戏上会用到麦，很少会有这个同期声，或者他会举杆儿，但不一定，就是有的时候收不到声音啊，或者怎么样。因为刚才你说的特别对，就是一个演员他具备的是声台形表，都是要有的，这也是我们大学要上的课嘛。所以在塑造一个角色上面，我觉得现在会更多的去思考，像古装剧会想的会比较多，因为其实像现代戏的话会比较轻松一点，但是在古装上你还是得要每一个字让观众不看字幕也能看得懂。像咱们现在在采访，我们不可能每一句话都有逻辑重音，所以说我们就是以一个像一个现代人一样，在演现代戏的时候，就像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一样去说话，但是还是要让观众听清楚你说的每一个字。那古装戏呢，那个逻辑重音可能就更加的重要，而且如果是同期声的话，前期不仅仅要克服各种收音上的困难，比如说有的时候摄影棚外面过车呀，天上过飞机呀，现场难免会有一些杂音。我们最重要的其实就在现场把每一句台词都说好。新浪娱乐舆情实验室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我是陈飞宇。沉稳、冷静、聪明，神秘、强大、自信。那有没有跟本人比较像的点？我觉得三个形容词都还挺像的，都挺像。
有，他们问我能不能去给那个大帅做那个蜂角粘喉蜂角粘喉，然后我说我不愿，你又能拿我核，然后我就转过去，有个人要拦我，然后他就肘击了那个人，把那人肘击完，我就他假装顺势思晕倒。慕就假装晕倒了。我看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幕，思慕发现段须是自己的节奏人，段须冲向战场的过程当中穿过了思慕的身体，然后思慕是处于幽灵状嘛，当时是特意拍的那个镜头，然后那个镜头也比较有宿命感，然后也比较能够代表两个人的关系。我看到的二创比较多的是那个，还有就是昨天换五感，思慕给段须包扎伤口的这段戏。哦，还有那个第8集他杀疯了在军营的那段，我看了也蛮多的。那段就是很帅，演的也特别好。他拍那里，我在拍另外一个组，所以我不知道他演的那段是怎么样。我只知道他躺在那个雪地上，然后我过去跟他说：“行行，你太兴奋了。”就是他杀完人决斗了一番之后，我只是看到那个结果，没想到过程特别棒。我躺在地上那个头发是你给我摆的。挺好的，挺好的，多好呀！就是很飘逸那个头发，很飘逸。所以造型设计迪丽热巴，倒没有，不敢当，不敢当。有，思慕在段须和他讲述完他前半生的经历的时候，思慕和段须说了一句话，思慕就和段须说你是缝缝补补的过完了自己的前半生，意思其实就是要告诉段须说，你还是不管你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经历了多少挫折，失去了多少，你都要努力的活下来。热巴有一句台词啊，现在已经有一个文学了，叫做区区文学，然后叫做他不是区区一个凡人，他是我的所有。我特别想听飞宇说这句话。哎，他不是区区一个凡人，他是我的所有。好素。所以用区区造句儿。我看到了网上说，他不是区区一个麻辣烫，他是我的所有生命什么的。哦，还是绕到了吃上面啊！我第一时间我只能想到吃了。好多呀，其实不光是安利零食，还安利恶作剧。那个恶作剧蛇，哎，展开聊聊。蟑螂，那个就不说了，那个确实。都是什么 VIP？这个就是什么？我有一次买了一个电动的大蜘蛛，很大。不吓人，很大。就是当时买它的时候呢，我看网上图，感觉它还挺吓人的，还会爬，还会动。我想说，哎呀，这绝对能吓到人了。然后我买完回来，这么大一个，在地上爬。然后我去吓它，它就是这样子，就是在那看着。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玩意儿，比如说刚说的蛇啊什么的。不光吓段旭，还要吓导演。导演是吓得被滋哩哇啦乱叫，在现场。好，那飞宇也很喜欢厨艺吗？你们在剧组觉得谁才是真正的美食家？吃上还得是我吧，我觉得。品鉴，老吃家。老吃家。我在组里吃的还算比较清淡，比较节制，因为有要脱衣服的戏啊。昨天更新的思慕在给段旭包扎伤口的那场戏，你知道吗？拍那场戏穿着水衣，拍那场戏之前我3天没喝水。我第一天其实我就喝了250毫升的水，第2天我基本我就喝了2-3口，第3天我根本就没喝，第4天拍这场戏的时候，最终成片里面一个我身材精神，然后又过了1个礼拜，我才拍到浴缸沐浴的那场戏，然后身体全进水了，然后只露了一个背。但是我当时练的控制的非常猛，整个我觉得经历那几天体质都变了。但是确实在组里确实需要就是节制，吃方面还好。我们天天在看那些包扎的戏，你是不停的在回放吧？怎么他也没有天天在包扎呀？那其实和小小也有一些在片段中脱掉段旭的衣服这一面，因为思慕是属于隐身状态嘛，思慕动手指，我的衣服就滑到了肩膀下面。那个其实是由就是我们的执行导演一个大哥，思慕这儿一动手指，他咔给我扯下去把衣服，然后我就立马就穿上。那个戏也是挺好玩。对呀，所以我没看到，你们也没看到。
你这衣服就拉一半就拽回去了。现在可以啊。现在那你早点提醒他们，他也3天不喝水来了，没早说呀。可能因为我演的这个人物叫段须段小狐狸，所以说大家可能很容易去把这2个设定关联在一起。但其实段须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比较带感的，而且有2种截然不同气质的这样的人物，所以这个人物是复杂的，也是有多面性的。网友觉得你演的特别有破碎感，而且又茶又争又抢。我觉得这个更多是在一个人物关系的设定里面，他在赫斯木面前其实是很放松的，越来越放松。然后他爱上思慕以后，他其实经常会撒娇，然后会变得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像战场上那种。对，在他征战沙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段须性格当中的另外一面。那你会有女纣王的一面吗？我觉得这个人物形容思慕不是很恰当。对，我们有聊过这个话题，就是在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不是片面的，他是一个小将军，他撒娇，他就是一个妲己。我们没有把他作为一个标签化的东西去表演，而是把他作为一个人。因为像我们自己平常的话，其实你看我现在面对采访，我可能是这样子，会比较安静一点，会成熟一点。但如果我自己平时的话，可能会跳脱一点啊，活泼一点啊，或者会安静一点。我觉得人都是很多面的，所以角色也不是单一想要展现给大家。就书上写，我在这坐着我就侧着，我笑我就笑，我觉得那样就太没有意思了。所以角色的延展性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之前有聊过。那我会觉得刚才说会不会是女版的纣王，其实不是的，他也有自己的事业，他也有自己的事儿要做，他也有自己要忙的东西。那段须是他生活中出现的一个意外的一个惊喜。很多事情在赫斯木的整个他生命的这个长河当中，其实都是共同并线在发展的。就像我自己，比如说我遇到这个角色，我也在成长，都是一样的。他遇到段须，他也在成长。我没有，我其实他报了班儿，他说了，他已经上了2节那个街舞课了。是吗？是吗？战士。今天都大爆料啊！我的舞蹈老师就是他。2人一起战士啊！哇！你会跳一种舞是怎么跳的那个？我其实不太会跳舞，但是他不是不太会，是完全不会啊。然后有想报个班吗？其实倒没有吧，因为确实没有这种学习舞蹈的需求。那如果要参加一个舞松的话，你们俩会选择什么样的舞种？不会参加。这就是街舞，就是有一个制作人也是非常好的一位前辈，然后就问我说：“你那个这就是街舞，你有兴趣吗？”我说：“姐，我不会跳舞，确实这方面确实不通。”你应该去，说不定你现在就可以头顶在这儿，腿在上面转那个。我不是去当选手，人家让我去当导师。真的不骗你，真的。但是对你有什么误解吗？对，可能确实是不知道，可能是发错信息了，可能是以为我是会跳舞的那个。那这班呢？有没有想参加就是类似于的舞松之类的？没有想过，因为我以前是舞蹈演员，所以其实跳的很多的。下次导师的活推给这班。实不相瞒，也有别的我很不擅长的领域也来找过我，我跟他是一样的。